在巴基斯坦，有一位中国人为一些贫穷的当地人修建了一座村子，名叫星光村。这座村子如同黑夜里闪烁的星光，给了这些原本漂泊无定的人一个安定的家，一份闪光的希望。他就是小飞。你好，你好，这他们家开的呀？开了一个小卖部。这开了有多久了？开了2个月。2个月。我们家以前也是属于在帐篷里面住的。父亲呢也是有时候会出去赚点外快吧。母亲的话也是在外面乞讨。家庭条件反正稍微也是比较困难的。他们这边货架上哈卖的有一些像饼干啊、蛋糕啊这种小零食哈。谢谢，他好热情啊，还给我饮料。谢谢啊，姐姐现在不用了。太热情了，这个不能要。好了，姐姐不吃，可以了。谢谢。哇，他把他们这个零食每一样都拿了一样给我，太热情了。谢谢你啊，谢谢你留在这儿给他们卖。这是他们家住的地方是吧？对，他们这个是商铺，也跟这个住的都挨着。前面是做生意的，后面是房间，几口人都住在这儿。对，这个大概是6、7口人嘛，都住在一起了。对，以前他们这都是搭帐篷的，就是刮风下雨的那种，风刮大，帐篷都容易刮塌的。现在最起码它就像有个着落了，有个家，这个家嘛，它就像有个家的感觉。对，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了。对。这是他们的床是吗？对，这个床有个挺好听的名字叫卡德拉。这是自己编的吗？这个东西？对，是自己编的。他以前就是因为经常到处走动，所以说他这个床不像咱们用的那种实木床那样子。那样子的话，它就会好办，就是方便一点，放在家里一个固定场所。但现在他们还是用在以前的睡觉的方式，用这种编织床。编织的，就像那种像什么行军床那种类型啊，特别简单，也好带啊。他们家还有电视呢。对，他们现在都买电视了。以前我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是连灯泡都没有，就是点个蜡。自从搬到村里来之后呢，现在摩托车，还有这个电视、太阳能都装上了。说这些电都是太阳能的是吧？对。这都是靠他们自己弄的。就是他们自己有时候赚钱存钱，就一点一点的添置起来的。对，以前不会存钱，现在都知道怎么去存钱，去置办家里的。对，这个主要还是得说有一个稳定的来源，它才能存得着钱啊。因为村子里是没有接那个外部电网，所以他们这边用电啊都是靠自己存钱买那个太阳能充电板，充好了电之后呢，家里有一个这个电瓶啊，把它给储存起来。其实这边他们家用的那个用电器也不多啊，所以说这个电瓶就够了，可以供电视使用，充手机，然后还有那个晚上电灯的照明。这些就是后面一栋一栋慢慢建起来的房子是吗？对，最早这里整个一块包都是荒地来的，这里都没人的地，就一块块建起来的。总共从最开始到现在，总共有花了多长时间了？花了有3个年头吧，但是整加一块的话，要差不多是1年多一点吧。因为去年的话，因为疫情的原因，就一直没有做。那这边现在已经能看出这个一个村子的一个规模跟规划了啊。那边就是一排住房，每个房子呢都还有自己的小院子啊。就虽然是没有怎么粉刷，没有做外墙装饰啊，但是每家每户啊都是在这里已经进行正常的生活啊居住了。你好，你好。这是个羊吗？对啊。哇，它怎么穿着衣服？我第一次。这是一个公羊。前几天买了一个公羊，因为这家村里呢缺少公羊。呀，好像很宝贝一样。对。那这只公羊是你帮他们买的是吗？对。是的。第一次见到这个像羊还穿衣服了啊！天气冷。对。有时候他自己不舍得他穿，他也得让羊穿。对，你看这个衣服还挺好的呢，这是件挺好的衣服，就是那种卫衣那种啊。是的。确实这个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财产。他们家是养羊的是吧？对，这个他也是属于是逃难到星光村的吧？他是最后来了之后，也是发现这一家的家庭的人是特别的淳朴，也是非常的老实。
这个房子最早他们住的环境呢就是这样的帐篷，你发现人品不错，所以说呢，就给了他一个房子，收拾的都是挺规整。对，你看他们好细心啊，还在给羊穿衣服。你看这几只羊都在穿衣服。对，天气冷，天气冷，他要自己有时候这不舍得穿衣服，也要给羊这个穿上衣服。对，这个帐篷以前就是他们的房子，现在只是有房子就改成羊棚。羊棚了。这个男的呢，反正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勤劳。对，我看他们家应该还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哈。你看羊棚里头都还是比较整洁啊。对，他们的院子也收拾的还挺干净啊。对，你像他这个大女儿一样，就包括现在他有时候也会出去要饭。要饭是这样的，要饭他还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这样也挺不好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工作还是让他去做。这家还真不错，真的你看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啊，整整齐齐的。屋子里面也是非常的干净啊。相对来讲，你看这个家庭来了这么久了，他就慢慢的就不断的买东西，置办东西。也是比较爱惜、比较珍惜嘛，有这种家的感觉了，是的，他才会慢慢的收拾它。要是住帐篷，肯定不会收拾的这么好了，是的，也没有办法。如果说没有像咱们这种外来的人来帮助他们的话，他们自己去改变这种生活，或者是改变这种观念，是不是还是非常困难的？帮助的人呢也是特别的多的，但是那种帮助的话，就是可能一顿饭或者一点，我觉得这种呢也不可持续性，但是你像我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的思想观念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的三观都是属于是那种没有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一块，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是要饭的，然后我的父亲也是要饭的，轮到我也是要饭的，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种知识层面能够更好的去超越别人。但是咱们来了之后，你包括这星光村的孩子他们也越来越有礼貌了，包括父母呢，有时候他们慢慢觉得好像我出去要饭也好像很不好意思呀，但有时候他们也没办法，有所改变。最主要的其实是观念上的改变了，对吧？就有些事情他觉得该做，有的事情他觉得好像也不想去做，是这样。对，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是，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去改变这种生活，是吧？只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来帮他、来推他，他很难真的去改变，因为是吧？其实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你发的视频，然后还有直播，然后找到了这个地方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啊，就是看到一些视频就非常的感动啊。原来还有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就是踏踏实实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会有那么多很忠实的人啊，每天都来看你啊，看你直播啊，来支持你。今天确实不容易啊，咱们天南海北能在巴基斯坦啊齐聚一堂。飞哥，我是经常在网上看到你巴基斯坦的视频啊。客气了。对，今天第一次去到了星光村，看了一下这个成果，确实不容易。还有峰哥啊，峰哥我也是网上神交已久的一位网友啊。是，我也是经常看你们的视频，最早看你们的。来，巴基斯坦啊。哎呀，这样说，来，咱们喝一个。好的。哇，大家好酒量啊，都一口闷了。这个酒怎么感觉有一种花香味儿？对，这个就是它有一种菊花香味儿。挺淡挺柔的，跟我之前喝的还是有点不同，不一样啊。对，这个可以。对，这菊花白我还特意从国内带来的，跟我走了好几个国家。这真不错。可以哈。中华老字号。我们今天就可以多喝点，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我来到了。来，那多不好意思。这个说实话，能在巴基斯坦能喝到这个白酒呢，别说这么好喝的，就是能喝到白酒都是很不容易。好事成双嘛，来，咱们再来一个啊！好，来一个，来，谢谢。那个再走一个啊！祝大家都事事顺心啊！谢谢，平安啊！平安。这个真不错啊，真可以，不辣，是，对。他这边的这个，我觉得中餐这个做的也挺地道的啊。这边反正就是中国人也挺多，挺多的。
行，那咱们吃吧。对对对，吃吧吃吧。刚才我